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死亡之壁》这本书。这本书非常推荐给那些不想在临终时后悔的人阅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自己的医疗自己决定；第二，临终时幸福之人的思考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自己的医疗自己决定。步入老年后，许多人依然没有认真思考过死亡或命运。然而，成为高龄者，意味着谁都无法逃避死亡这个终点。但讽刺的是，许多人却假装没看见这件事，结果白白浪费了生命中最后珍贵的岁月。在现代社会，只要被诊断出癌症，几乎理所当然的会进入延命治疗的流程。很多患者和家属对医疗几乎一无所知，于是就被医生一步步引导上这条自动运转的传送带。原因很简单，人们太依赖医生，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死亡，所以在医疗问题上，只会盲目听从医生的指示。医生说血压高，于是拿药吃药；医生说该手术，于是马上答应。但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危险，药物与治疗的效果有限，副作用却可能巨大。很多人以为听医生的就能长寿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在一些国家，医生不会轻易开药，人们反而主动去学习健康和疾病知识。哪些营养补充品能帮助预防疾病？万一生病了，哪种治疗方式最适合自己？如果被诊断为癌症，治疗与不治疗的后果分别是什么？甚至会提前设想自己的临终场景，思考我想怎样离开这个世界。如今，互联网让几乎所有知识都触手可及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应该学会不再把生命完全交给医生。被诊断为癌症时，大多数人本能的会选择治疗，但选择不治疗，同样可以是一种理性的决定。应该提前了解，如果不治疗，会发生什么？预计还能活多久？如果治疗，会带来怎样的痛苦与副作用？不只是癌症，像高血压、高血糖、胆固醇等问题，也要清楚药物的效果与副作用，同时思考，如果不吃药，身体会怎样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关于疾病与医疗的知识，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，我想要怎样的医疗？我希望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？化疗药并非只攻击癌细胞，同时也会伤害健康的细胞，这导致患者出现极度的疲倦、虚弱、乏力。由于化疗药是通过静脉输液进入血液，全身都受到毒性影响。当身体被这种毒性摧残之后，很少有人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。因此，在决定是否接受治疗前，一定要冷静思考。在癌症治疗中，放射线的副作用较小，因为它可以只照射病变部位，不伤及其他组织。虽然仍有风险，但比化疗温和得多。很多医生过于谨慎，常常多切一点以防万一，结果不仅癌组织没了，健康组织也被割掉，患者体力因此大幅下降，甚至永远无法恢复。作者强调，只切除病灶部分就够了。例如，胃部有10克的肿瘤，就只切那10克，只要不动周围器官，恢复会快得多。以乳腺癌为例，乳房温存术和全乳切除的5年生存率几乎一样。这也说明，癌症并没有医生想象的那样侵略性强。很多人认为医生高高在上，不敢表达不同意见，但作者明确指出，医生并不比您高贵，他们也只是普通人。如果癌症已经转移，不论医生是谁，用什么方法，结局都差不多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取悦医生？不如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反正生命只剩几年，不妨选择真正让自己心安的方式。当被告知余命不长时，很多人会陷入自责与后悔，早知道就不那样做了，是不是因为那件事才得病的？如果早点去医院就好了。但现实往往相反，早期发现、积极治疗的患者，反而在治疗中饱受折磨。
晚期才发现的人，反而能在较平静的状态下走完人生。许多接受过化疗的人，因为副作用严重，生活质量急速下降，反而是那些不治疗的人，在最后的时光里依然能自由地笑，能吃，能出门。因此，当医生告诉您时间不多时，不必绝望，与其挣扎，不如问自己，在剩下的时间里，我想怎样生活？我希望怎样迎接终点？死亡无法避免，但如何面对死亡却由我们自己决定。接受命运，思考如何度过剩下的时光，才是真正的人生智慧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临终时幸福之人的思考方式。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当下。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，没有什么比此刻的幸福更真实。为了长寿，有人控制饮食，不敢吃喜欢的食物；有人为了健康戒烟戒酒，压抑欲望。然而，谁能保证忍耐到明天就一定能多活一天呢？生命无常，明天可能就会离开这个世界。如果为了所谓未来的幸福而牺牲了当下的快乐，那么所谓的幸福人生也只不过是空谈。举例来说，一个喜欢吸烟的人因吸烟患了肺癌，事后当然会后悔，早知道不该抽烟。但在过去无数个时刻，当他点燃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感受到好放松的瞬间，那份真实的满足感，也是不可否认的幸福。所以，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，是每个人的自由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您想要怎样活的不同。许多人形成了一种错觉，只要接受治疗，就能长寿，死亡似乎可以被掌控。这种想法让人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：此刻的幸福，才是唯一确定的幸福。人生就像一连串实验，要无怨无悔地去尝试。例如，第一次去一家拉面馆，结果很难吃，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。但下一次可以换一家去尝试美味的拉面，这就是改进实验的过程。很多人说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实际上他们并未认真反思失败，结果一次次重蹈覆辙。作者指出，失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去检验失败的原因。要诚实承认，这次实验失败了，然后冷静分析原因，并进行改进。找到原因后，下一次成功的概率自然更高，甚至可以把思考用语言表达出来。上次因为某某做错了，这次我要换种方式试试看。这样不仅让自己冷静，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。关键在于，不让失败变成后悔，而是把失败转化为成长。这种积极面对失败的态度，让人能够带着责任感和满足感走完人生。那些临终前感到强烈后悔的人，往往在怨恨过去，那时候不该做那件事，孩子对我太冷漠，这一生都被辜负了。然而，怨恨过去毫无意义。正如作者所言，怨恨过去，百害而无一利。如果在健康时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习惯，到生命尽头时，心中就不会充满懊悔与不甘。幸福不在未来，而在当下。失败不可怕，逃避检讨才可怕。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就不会带着怨恨离开世界。当你以实验者的心态生活，不再害怕失败，不再压抑欲望，即使面对死亡，也能平静地说，我这一生已经够幸福了。许多老年人在晚年常有一些早已放弃的事。作者提醒，一旦放弃，成功的概率永远是零。回顾一生时，最常浮现的念头是，如果当时去做了那件事就好了。有的人因为觉得年纪大了，做某些事太丢脸，或者花钱太浪费，一次次压下心中想做的事。但到了生命尽头，这些没做的遗憾会像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即便是微小的愿望，也值得去实现。一直想学的课程，想看的演唱会，年轻时可能因为工作、家庭、时间、金钱而搁置这些愿望，但退休后，有了时间和自由，就该毫不犹豫地行动。现在能做，就去做。挑战梦想也可以，
例如，尝试写小说，追逐年轻时的梦想，晚年不必再为收入担忧，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事实上，退休后成为畅销作家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说明年龄从不是限制梦想的理由。当然，任何挑战都有失败风险，人们会担心，要是失败了怎么办？但作者指出，相比于失败的损失，不去尝试而后悔的痛苦更大。如果什么都不做，成功概率是0；如果去尝试，就有哪怕1%的可能实现梦想。因此，无论年纪多大，去尝试永远不嫌晚。晚年人生是最该玩乐挑战的时期，不断尝试新事物，积累新体验，这些经历会增加生命的厚度，并在临终时带来满足和幸福感。很多人在行动前就否定自己，还没开始就被也许不行，别人会怎么看所束缚。但这样的人到了生命尽头往往会后悔，为什么当初没去试？作者说，人生的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负。如果那一刻您感到幸福，那么过去所有失败其实都是为了那份幸福的必经历练。幸福与不幸没有客观标准，完全取决于内心感受。只要您找到喜欢的事，勇敢行动，快乐度过每一天，您就是幸福的。最终，当您能带着微笑，肯定自己地说，我这一生已经足够精彩，那一刻，您就已经跨越了死亡之壁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